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3年的9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好，老师先跟各位同学说一下，明天星期三，后天星期四，老师的直播课会暂停，因为老师要回去自己的家乡，参加这个我大伯母的丧礼，所以明天后天晚上不要来上课哦。好，那么欢迎各位同学，老师看到了 Hardwin 还有佳妮，欢迎，还有裴静、Lita、米磊、林子、Hardwin、July、韦凯同学、Mary， 还有 Phil， 还有我们的春娇，还有这个素英、李欢，嗨 Teresa ，Teresa 来了。好，还有 LY 同学，还有很多很多同学月营哦，欢迎大家。好，我们 Norbert，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还有 Somel 同学，好，欢迎哦，还有阿阮、慧君，欢迎哦。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今天老师跑了8049，我们再看一遍8049。中文要怎么说？8049。Hello Jonathan， 欢迎。Hello Charles， 罗珊，还有很多同学哦 ，Coy， 还有 Jose， 欢迎大家，还有 Isaac。好，8049。今天的数字很简单，对不对？好，Norbert 第一名8049步，很棒。好，裴静、林子、宋平8049步，米磊、韦凯8049步，非常好。还有蓝墨，好久没看到蓝墨了，欢迎蓝墨。好，还有罗珊8049步，还有这个 IAI 8049步。Hello 汉罗同学 Charles 8049步。好。OK， 没问题。春娇8049步 ，Nelita 也答对了。好，我们赶快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我们先来念一次今天的词汇：风险，风险。好，第二个词汇改进，改进。第3个词汇改造，改造。好，老师再念一次哦：风险、改进、改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汇风险。好，各位同学，风险的意思是在某一种情况下 in certain situation， 在某种情况下危险或者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你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就是风险。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会有一些损失，可能是财务的损失，你可能会钱会没有。比如说你投资股市的时候，你投资股票的时候，那么会有风险，你投资股票可能会赔钱，对不对？然后你赌博也会有风险，对不对？所以会产生损失 loss， 损失好，发生的可能性，可能性就是 possibility。那各位同学，什么叫危险？比如说你喝很多酒，你的身体可能会有生病的风险。如果你抽非常多的烟，你的身体可能会有得到肺癌的风险。所以这个危险可能比较倾向于指健康方面的危险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风险，风险好，那么新来的同学新来的同学欢迎好，欢迎你。Hello， 哇，好久没有看到唐龙了耶，好久没有看到波兰的唐龙了，欢迎好，那么周山也欢迎好，我们看一下例句，抽烟 smoke， 抽烟会增加。好，各位同学，增加的意思是数字逐渐变多，或者是东西的数量逐渐变多 slowly increased， 逐渐变多。那它的反义词是减少，逐渐变得少，数量逐渐变少好，罹癌。好，各位同学，这个词汇对你们来说可能比较难。癌就是癌症，就是英文的 cancer。好，癌症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罹就是得到的意思。各位同学，这个词比较难，我们中文只会用在罹癌或者是罹难。好，另外有一个跟这个罹有关的词汇叫罹难。
所以我们有时候中文会说罹难者就是 victim。OK， 罹难者就是在车祸、在空难、在船难里面死去的人，在意外中死去的人，特别指的是空难 plane crash， 或者是大型的灾害，比如说船难 like 怎么说 shipwreck 好，罹难者就是死掉的人，在意外中死掉的人，罹难就是死亡了。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是比较正式的用法，但是你会在报纸、在新闻听到，可能那个新闻记者会说，这里有10名的罹难者，表示有10名的死亡的人，他们是因为意外死亡，我们中文叫罹难者。那这些人就罹难了，他们遭遇到 encounter， 遭遇到意外，这个就叫罹难。罹就是得到的意思 get obtain， 罹就是得到的意思啊。好，所以各位同学，罹癌就是得到癌症啊，这个罹就是得到的意思啊。好，抽烟也可以说吸烟，两个是同义词啊，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吸烟，你也可以说抽烟，他们的意思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好，抽烟跟抽烟哦，对哦，老师要用简体字哦，不好意思。好，对，抽烟。好，抽烟哦，好，风险决定吧，我们不说风险决定哦。对，克服很多风险，我们会说克服很多困难哦，克服很多困难。好，对，好的，各位同学，如果你烟抽的非常多，你得到癌症的危险就会增加，所以这里的风险是一种得到癌症的可能性。你的身体会有危险，就是得到癌症、罹癌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possibility）。好，各位同学，所以抽烟会增加罹癌的风险。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要怎么使用风险这个词汇。好，各位同学，我们会说提高风险，提高就是越来越多的意思，提高。你也可以用增加，两个是同义词，提高风险，增加风险。当然，你也可以降低 decrease， 降低风险。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会冒很大的风险，表示这件事情是 risky， 这件事情是风险很大、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会冒很大的风险，那这件事情会很危险，你可能会有损失，或者可能会失败。所以冒很大的风险就是 risky。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很容易失败，或者是你会遇到危险，我们会说冒很大的风险。好，把它记起来哦。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医生说，好，说什么呢？动手术。好，各位同学，我们中文会说动手术，就是医生会开刀。在医院里面，如果你生的病比较严重，医生必须帮你动手术 operation， 必须帮你开刀，中文也可以说开刀。动手术就是开刀的意思。好，动这个手术，好，很大的冒风险会。好，这里的冒其实是动词啊，这里的冒是一个动词，表示承受的意思 ，to bear, to afford, to endure。这里的冒是忍受、接受的意思，你会接受到很多的危险、风险啊。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意思就是说，动这个手术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very risky and dangerous， 冒很大的风险。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很好，有 mute。宋平，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你也可以说，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有很大的风险，也可以。或者是动这个手术风险很大。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有很多说法哦，我们可以说动这个手术风险很大。好，风险很大。好，
动这个手术风险很大，也可以，其实都是危险的意思啊。好，可能会失败，可能会失败啊。好，阿斌，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有的意思哦，会承受很大的风险，就是会很危险，很容易失败。动这个手术很容易失败啊。好，风险很大也可以啊。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可能会说动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好，各位同学，动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好，把它记起来，不要说错了哦。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也可以啊，也可以。好，老师再说一次，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有动这个手术风险很大，动这个手术风险很大，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要说对，一定要说对哦。好，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搭配，就是什么事情的风险，如果这件事情的危险度很高，你可以说什么的风险很高，投资股市的风险很高，或者是动手术的风险很高，你也可以用很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投资股市的风险很大。好，什么的风险很低？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风险应该比较低，对不对？哦，好，风险什么的风险很低，或者你可以说什么事情没什么风险，什么事情没什么风险，表示做一件事情不危险，而且比较容易成功，这个叫什么事情没什么风险。好，把它记起来。我们来做题目，没什么。银行里，银行 bank， 你们会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对不对？你们会 deposit your money in a bank， 你们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好，风险，把钱存就是 to save money， to deposit money。好 ，OK， 请问答案是什么？好，裴静，把钱存在银行里没什么风险，非常好。把钱存在银行里没什么风险。好 ，OK， 比如说冒很大的冒很大的风险就我们会说经济上冒很大的风险，在经济上冒很大的风险啊。好 ，OK，Hello，医生说动这个手术会冒很大的风险。好，我的银行拼错银行，银行不是银行，sorry。好的，林子很细心哦，知道老师的这个多音字，这个有行也有行的音。好，这个应该念银行，不是念银行。好，林子非常好，没有错，要念银行要念银行。好，银行不要念错了，不要念银行哦。好 ，OK，say 同学把钱存在银行里没什么风险，因为把钱存在银行里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安全，通常你不会有损失，通常不会有损失。好，没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改进。什么叫改进？各位同学，改进一件事情，通常来说，这件事情的整体是不错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些部分需要修正。好，部分 part of it， 这件事情 part of the thing needs to be fixed。修正就是 fixed， 需要去 corrected， 需要去 fixed。部分需要修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蛮好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小缺点，有一些部分你需要去改正它，你需要去修正它 ，you need to fix it, you need to correct it, part of it, OK, part of it， 这个叫改进，英文叫 to improve。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老师觉得你说的中文很好了，只有一些部分需要改进，比如说你的音调，比如说可能你有某一些中文字音发不准所以老师会说你的中文说的不错，
你的中文说得很流利，但是你的发音需要改进。整体不错，但是部分需要改进，部分需要 fixed 修正啊。好的，跟改善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不过 you mute 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们，改进跟改善，还有改良，还有改造，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特别是在搭配上面不同。那今天老师不讲这么多哦，因为怕会有一点复杂。老师在下一堂课来介绍改进、改善、改良、改造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不讲啊。好。Hello， 这位同学你好。Hello， 你好，这位同学欢迎哦。好，把压岁钱给妈妈存就没有什么风险啊。把压岁钱给妈妈存在银行里就没有什么风险哦。好，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句子，他中文说得很好，表示他中文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的中文整体 on the whole 整体来说不错。On the whole 整体来说不错，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小缺点，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改善的、改进的，声调，但声调需要改进。OK， 所以各位同学在这里改进表示你的东西或者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而已啊。好的，我们再来看改造这个词汇。改造的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哦。改造的意思是整体不好，整体不好，所以呢会需要全面的 ，everything needs to be fixed， 全面或大范围的 large scale， 大范围的大部分需要修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一个东西需要改造，表示它整体并不好，需要很大范围的，需要大部分的修正。所以各位同学，一般来说改造会用在人身上，或者是用在建筑物，用在 building， 或者是用在像桥梁、像街道、像路等等的地方，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小区，这些地方可能整体不好，它需要拆掉 demolished， 需要拆掉，然后要去改造它，整个 transform， 整个改造起来啊。所以改造是整体不好，需要全面的修正，需要全面的修正啊。整体跟整整是不一样的哦，整整是个副词啊，整整是个副词。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说哦。好，有这位同学，我有看到你。好，唐龙说你的直播有改进，你的直播改进不少啊，加个不少好了，改进不少啊，你的课太好了，谢谢。好，那各位同学，这个特别用在人，比如说理查老师，你是个宅男，你是个 geek， 你需要改造一下。所以可能老师会请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可能是 fashion designer， 他可能是个设计师，他帮理查老师改造理很帅的头发，帮老师化妆给老师穿很漂亮的衣服，他想要改造老师，他想要把老师改造得很帅，因为老师整体不太好，改造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人的身上，还可以用在建筑物，可能我要把这个建筑物改造成一个更漂亮的这个房子，可以用改造。那我要把它拆掉，我通常会把它拆掉，重新再盖一个建筑物好，那么对，这栋楼需要重新你的重写错了，重新改造好，这样子了解吗？各位同学，改造一般用在人或建筑方面的事情建筑方面的事情。好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政府计划改造这一整条老街。政府的 government 计划表示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会拟定一个计划。OK， 好，改造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改造整个 transform 这一整条，一整条就是全部的意思，全部的这条老街。那为什么要改造？因为这条街很老了。This street is very old， 所以需要改造。那你看
可能他们会把这个老街拆掉，可能要盖一些新的建筑物，所以改造通常用在建筑方面啊，建筑方面。好 ，OK， 改造行为也可以啊，改革、改善啊，这个 Charles， 我们可以用改善，我得改善我的中文。所以各位同学，改善、改进、改革、改造这些词汇意思非常的像。老师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能下星期了，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来介绍这些词汇的不同啊，这些词汇的不同。好 ，OK， 好。好的，这栋楼需要重新改造啊，没有问题，重新。玲玲同学你好，我的市政府就好了哦，市政府就可以了。市政府需要改造许多街，好，没问题。好 ，OK， 对，这栋楼需要重新改造，了解了。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比较一下改进跟改造的不同。改进是整体不错，但部分需要修正，英文是 to improve。我们可以改进一个方法，特别是你学习的方法。老师也可以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老师也可以改进我的教学方式。I can improve my teaching methods。我可以改进我的教学方式，我也可以改进我的缺点 flaw， 缺点 shortcoming。我可以改进我不好的地方。好，那什么是改造？改造是整体都不太好，需要大范围、全面的、大部分的修正，特别用在人或者是建筑方面，我们会用改造。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想把什么？好，疯狂 crazy。如果你疯狂的话，表示你失去了理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脑袋，疯狂了。好 ，crazy insane。OK， 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想把什么？好，机器人 robot， 机器人，这个就是机器人哦，改造成。所以各位同学，改造通常会加一个补语，动词补语成。这里的成有一点是 into something，transform A into 成 into something， 改造成什么？好，儿子他受伤的。如果你受伤的话，表示你可能会流血，你可能出了车祸，你会受伤，你可能会骨折，这个叫受伤啊。好。请问答案是什么？裴静说，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想把他受伤的儿子改造成机器人，因为他的儿子可能受伤很严重，没有办法活下来，所以这个科学家想把他的儿子改造成机器人，所以他全部的身体都要换掉，对不对？整体不好，因为已经受伤了，需要大范围、大部分的修正。可能要装很多机器在他儿子的身上啊。好，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想把他受伤的儿子改造成机器人，很多电影都会这样演，对不对啊？好，林子说很恐怖，有一点。好，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想把他受伤的儿子改造成机器人，非常好，答对了，能力塔答对了啊。好，各位同学，这个在电影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 plot 情节，就是儿子受伤的很严重，爸爸是个科学家，把他的儿子变成了机器人，改造成机器人啊。好，这个就是改造的意思。好离谱，对，很离谱，对不对？好 ，OK。来第二题，产品 product 产品改进了的缺点。好，缺点就是你不好的地方，一件事情不好的部分叫缺点，它的反义词是优点，优点是它的反义词。好，经理不但。好，各位同学，我们这里有一个 HSK 第2级的基本语法，叫做不但而且，英文叫 not only but also。好，把它记起来，这个不难哦，不但而且 not only but also。好，经理就是 manager， 成本，各位同学，成本就是 the cost 也降低了。好，请问答案是什么？
对，他真的是个疯狂的爸爸，科学家，对不对？好，哎，对，这个可能很多电视剧也有这样的剧情，对不对哦？好，裴静说，经理不但改进了产品的缺点，而且成本也降低了，the cost reduced，它的产品的成本也降低了，非常好哦。好，好，这位同学你好啊。好，还有谁？Norbert，经理不但改进了产品的缺点，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产品其实没有那么糟，这个产品还可以，但是有一些部分的缺点，有一些小缺点需要去修正，所以我们用改进，没有去改造这个产品，我们是改进这个产品，不是去改造它，我们是去改进它。而且成本也降低了。好，OK，非常好。慧君，经理不但改进了产品的缺点，而且成本也降低了。好，没问题哦。好，那么你们大概就清楚改进跟改造不同的意思。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哦。今天老师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希望你们听得懂。好，好的，各位同学，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支持理查老师，你可以请老师喝一杯咖啡，每个月$2，你可以到油管来。老师的油管有这个支持的方法哦。那另外，油管的视频是有 subtitle，是有字幕的，你可以更容易的了解老师说什么。那因为在脸书上是没有字幕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老师说的速度太快，或者是说的太难了，你可以到油管来看老师的视频，老师的视频是有在油管上是有字幕的有字幕的。好，听得懂太棒了，都听懂了，非常好好，讲得很清楚，好，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来考试了？接下来是考试时间，第一题改造、改进、风险。孕妇压力过大会增加流产的什么？好，孕妇，各位同学，如果我们中文要说 pregnant woman， 什么叫孕妇？就是你肚子里有宝宝的女人你怀孕了，中文叫怀孕 pregnant 怀孕。好，这个一定要学起来，非常重要的基本词汇哦，一定要学起来。我们中文说怀孕，好，你可以说林子林子怀孕了林子肚子里面有 baby 了，林子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的朋友会问你那你怀孕几个月了？我们会问你 How many months do you have the baby？ 你怀孕几个月了林子你怀孕了？OK， 怀孕 have the baby。林子你怀孕了 pregnant。那接下来你的朋友会问你，那怀孕几个月了？你的宝宝几个月了？怀孕几个月了好 OK， 那这个就是孕妇，有肚子里面有宝宝的女人叫孕妇。压力，我们会有工作压力，也会有生活的压力。过就是 over too much， 太多太多叫做过。我们中文说过大就是 too much。 OK， 所以压力过大，这个把它记起来如果一个人的压力过大，他可能会有抑郁症，他可能会不开心，他可能每天会愁眉苦脸，不开心，压力过大。好，会增加流产。好，这个词汇也要记起来。流产就是怀孕的女人，结果小孩流掉了，英文叫miscarriage， 就是她的宝宝没有留下来，她的宝宝离开了她的身体，这个叫流产。流产是不好的事情，而且非常的伤害这个孕妇的身体。流产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流产这件事情非常不好。好 OK，Hello Go Hard， 好久不见好，增加林子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好，你们都答对了，汉奸。增加流产的风险，因为你压力大，心情不好，身体的负担很大，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流产 miscarriage。好，孕妇的压力过大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孕妇压力过大会增加流产的风险。
好 ，OK， 没问题，很简单哦。好，我们看一下第2题，改造、改进、风险。这个时尚设计师，好，你也可以说设计师就好了哦。时尚设计师 （fashion designer） 把宅男，什么叫宅男？成天待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跟朋友聊天，不出去社交的人就是宅男，当然也有宅女。如果你是个女生，你也成天不出门，那你叫宅女。好，把什么成帅哥？帅哥很帅的男生叫帅哥。好，各位同学，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动词补语在这里了，所以你应该知道答案。这个成就像是英文的 into 成。OK，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改造，答对了。流产跟堕胎是不一样的，堕胎叫 abortion， 流产是 you cannot control it， 但是堕胎 is your choice， 堕胎的英文叫 abortion， 就是堕胎是你不要这个孩子，所以你把它拿掉，你叫医生把你的孩子拿掉，这个叫堕胎。流产是我要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的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小孩没有留下来，这个小孩不见了，这个叫做流产。堕胎是我的选择 ，my choice， I don't want the baby， 所以堕胎是你不想要这个小孩，你叫医生帮你把小孩拿掉，这个叫堕胎哦。好，周三，这个时尚设计师把宅男改造成帅哥。好 ，OK，Hardway，这个时尚设计师把宅男改造成帅哥，很好，答对了哦。好，对，老师刚刚有说过了哦。好。这个时尚设计师把宅男改造成帅哥 ，Hello Komara， 答对了哦，改造成帅哥，没问题。表示这个帅哥啊，整体都不太好，太宅了，不好看，也没有打扮，穿的衣服啊也不好看，所以需要很多部分需要大范围的，大部分都需要修正啊。好，最后一题，改造、改进、风险，什么什么学习方法可以提高中文水平？好，我们在台湾会说中文水准啊，提高中文的水准。好，或者提高中文的程度啊，我们在台湾会讲程度啊，在大陆会说中文水平 Chinese level， 在台湾会说中文程度，中文程度。好，学习方法 learning method 可以 enhance 提高，提高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的意思哦。好，这题的答案很简单，改进学习方法可以提高你的中文水平，答对了。好，改进，答对了哦，改进。好，改进就是其实你的方法已经不错了，但是某些部分可以再更好啊，可以再修正。好。改进学习方法可以提高中文水平。好，各位同学，所以如果你学习中文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没有进步，那么你就应该要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那么或许你的中文水平，你的中文程度就会不断的提高啊。好，蓝墨，孕妇压力过大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好，非常好。好的，各位同学，老师再念一次，改进学习方法可以提高中文水平。好，那么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听得懂吗？老师说的有点快哦，希望你听得懂。老师希望你要多多的训练自己的中文听力，所以老师会说的快一点。如果你觉得太快了，没有关系，老师会在这个视频上面加上字幕，你会更容易了解老师在说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明天跟后天老师的直播课暂停一次。那么各位同学，祝你们这个学习愉快啊，自己找一些材料来阅读一下。我们星期五直接进行中文聊天课，星期五直接进行中文聊天课啊，星期五的晚上10:30一样的时间。好，那我们这个早一点休息，因为老师等一下还要去准备我的行李。I need to pack my luggage。老师要准备一下，要打包啊，这个中文叫打包行李啊。
老师等一下要去打包行李啊，这个中文叫 like pack your luggage， 打包行李。诶，打错字了，行李，打包行李哦。好 ，OK， 那么我们星期五见，拜拜。